东岔镇到鄱阳镇85千米，2405千米。今天早上出门不久后买了笼小笼包当早餐，才发现这边是用煤来烧的，在台湾还真是没见过。行不多久，被一个帅哥追上来，原来他也是要去乌鲁木齐的。他很好意的约我一起骑，他告诉我一天打算200公里左右就可以了。听到这话，我赶紧立刻告知，我是卤肉饺，小哥你还是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。终于小哥还是先走了。这时天气开始转凉下小雨，天啊，昨天45度，现在15度，也温差太大了。路上买了杏子，味道还不错。结果看见这边的火车进山洞，我个人觉得有点吓人。没多远看见一台卡车直冲进田里，翻车了。希望驾驶好运，天气冷一样影响我的体能。最后在目标前一个乡镇，我又败下阵来。今晚吃了青椒肉丝盖浇饭，好久没吃了，感觉非常满足。回房后确认了我的中港卡原来是没钱了，并不是被封锁。我决定试试 VPN 软体，不要再被中港卡坑了。希望这次的网路能让我使用到离开中国为止。鄱阳镇到叶堡镇93比2498 km。由于昨日的疲累，今早到8点才出门。这边的小笼包不算贵，一笼7元，一共10个，我吃4个就饱了，所以中餐就是剩下的包子了。刚出门气温只有16度，中午飙破39度，所以今天中午又进入找树荫、桥下阴影休息的状态，连手机都曾一度罢工呢。早上从鄱阳镇到天水的大坡真的是陡到令人软脚，连昨天的小哥都告诉我，他也下来推了1个小时，所以我今天就不矫情了，超过5度以上的坡立刻下车推。这样的战略明显的改善了我下午的体能。当下午上了 G310 国道时，我居然平均时速可以到达20，我还以为是缓下坡，没想到一看地形图是缓上坡。上了前高速 G310 往秦安方向，我的前轮爆胎了，幸好刚好看到加油站，借阴凉处修车，顺便找找每天让我打气的元凶，但是怎么都找不到，最后才在侧面看到一根小细针。继续往秦安，就在秦安前几公里，它又爆了。这次我推了好久才到秦安休息区，一样找不到针，但是前轮就是爆了。我回想刚刚换内胎时，感觉内胎有点小，不像700C 的，该不会是加到了吧？果真是如此，幸好解决了，不然再拖下去，我就得住秦安了。那天教官可是被逼住每一晚168的饭店呢。继续冲，终于看到一个小交流道下去，再往前骑大约10分钟，终于找到住的，40元人民币，省下120元。店家的炒面也挺美味的，只是厕所好像在很远的地方，希望不要太。另外这2天都没得洗衣服，可能明后天要住有卫浴间的地方了。叶堡镇到通渭线57比2555 km。今天由于昨日检查车外胎的结果，前轮开始有些小破洞，由内而外肉眼可见，后轮则是胎纹快磨平了。回想起来台湾环岛时所有重量全压在后轮上，想来这近4000公里的路程也辛苦他了，该让他退休了，所以决定今天小骑50公里到通渭的捷安特换轮胎。说是小骑，所以今天摸到9点才出发，路上没看见早餐店，一不留神就已经上了前高速的 G310 国道，然后就没地方买吃的了。幸好还有1根巧克力和2块饼钱当早餐。接着越骑越不对啊，教官不是说一下就到通渭了？天啊，这节奏是昨天大坡的2倍啊！结束才发现居然20公里左右要爬600公尺，简直是受卡 2.0 版了。于是开始骑推的行程。到了中午肚子已经饿扁了，可是还没推上顶，温度又飙上46度，高温和上坡真的很消耗体力，所以我决定开火了。来中国第一次自己开火，今天煮的是中式老坛酸菜牛肉面做火腿肠。为什么有火腿肠呢？是之前剩下的，人饿的时候什么都吃得下去。吃完后躺在前的水沟里，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色。终于在5点左右我骑到了通渭，赶紧冲去找捷安特。说好的捷安特呢？居然导电了，哇咧！算了，
等进市集的地方再换吧。今天入住上次教官3、4天前住宿的地方，车子停在旁边，但有小狗看住。晚餐后吃烧鸡腿当点心，但是这是冷的，明明就是卤鸡腿而已啊。总结今天最大的失误是没查好高度图，所以太晚出发，又没吃早餐，钱粮带太少，看来明天要多备点食物了。通渭线到产口镇2658分之103 km。今天早上由于宾馆老板带我去通渭公安局登记，所以又拖到了快9点才出发。但今天爬坡的难度和昨天相比轻松许多，虽然还是爬了大约1个寿卡的高度。自进入陕西甘肃后，每天爬1个寿卡，好像已经是标准配备了。原来气象预报说9点会有大雷雨，幸好气象不准，今天是大热天。中午一样躲在桥下吃早上剩的包子。在路上我发现旁边铁桶上被放了一个鸟蛋，我没动它，因为我也希望如果可能真的可以孵化出来。早上骑完了今天最大难度的上坡时，已经是2点了，再来是长下坡，可是还60公里路程要赶，一开始很顺利，直到4点30分开始变天了。原来的缓下坡已经被大逆风抵消，这下该如何呢？是停在定西就好，还是继续向前？最后我还是决定往前，但我完全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也许我只是想再撑一下，但这其实没什么意义的。我忽然想到，关于意义这档事，很多的日期是因为我们赋予它意义，所以它成了纪念日。可是只要我们决定它对我没意义，那么意义就消失了。所以笛卡尔才会说我思故我在吧。而在电影《神通情人梦》里面，女主因为她的一把大提琴坏掉而伤心不已时，男主安慰女主时说的话：我知道的是你，因为是你，才让一切变得特别。而我的旅程和我的影片，也因为有了你此时此刻的观看，才有了意义。本次旅程为从东岔镇出发到博阳镇，再从博阳镇到通渭县，然后从通渭县到达产口镇。如果你喜欢本次的影片，请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